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我身后黄土高坡上密密麻麻的山洞，就是古人用来居住的地方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里呢是山西榆次的后郭古村，一个非常有名的村落。这一块不光有这些土窑洞，还有吊桥院、四合院、三合院等等。关键呢，这里面呢还有非常巧妙的排水系统，到现在能使用。这个村落呢，从建成之后一直呢都没有被水淹过，就证明这个村落设计肯定是非常好的。还有一个地方呢，是里面的机关暗道很多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啊，生男生女是靠一个门洞决定的，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？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古村落看一看。坐观光车，刚刚检票过来。我用的是山西的旅游年卡，省掉了50块钱，然后观光车往返10块，还好。大家来的话，可以买个山西旅游年卡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你像这个后郭古村包括了，雁门关也包括了，还有平遥古城是半价，贾家大院是全票，然后皇城相府、娘子关，反正我觉得是很划得来的。这一个后郭古村也是中国保护的第一个古村落，那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古村了。它这里呢也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，北方世外桃源。我们今天是在这里寻找失落的文明记忆。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农耕的雕塑，因为这个后郭古村呢也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。这组雕塑呢，左边是一个农妇，就一位手拉着耙犁，一手牵着牛的老汉，右边呢是强健的耕牛。整个雕塑的颜色啊是褐色的黄土的颜色，仿佛呢要与耕地融为一体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村落的模型图，它全部是在黄土高坡上面。村落旁边呢还有一条河流，后面呢是山坡，所以说这个地方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村落历史非常悠久啊，具体形成时间无从考证。不过呢，在1971年，这个村落发掘出了一个唐代墓碑，推算这个村落在公元819年就已经存在了，很有可能呢还更早。那么起码这个村落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后郭古村呢不仅历史悠久，村中的民居建筑呢也是很有特色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呢是明末清初的，距今呢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古村落还是比较有特点的，它的最高海拔974米，最低的海拔呢是907米，相对落差有67米。也就是说，整个这个村落啊，它是一个坡度的形式，就跟我们在云贵山看到的很多山上是一样的。因为这里属于黄土高原嘛，很难有一块巨大的那个盆地，特别是在这种山上面。这里呢，古径幽深，龙泉流水，古树参天，还有呢寺庙非常多，称之为18寺庙。这里呢有佛教、儒教，还有道教，全部都有啊。整体这里的房屋呢，算是以窑洞为主，城窑叠院，随崖就室，错落有致，古窑洞、三合院、四合院都有，并且呢历史有一段时间称得上是古朴自然，湖南天成。还有呢石雕、砖雕、木雕都是非常精美，巧夺天工。还有这里的排水系统啊，可以说是经历了上千年仍然在使用，这些都是凝聚了先人的智慧呀。这个村落不光历史悠久，在明清的时候也是比较繁华的，因为这里呢算是一个商贸重镇，就很多客商往来都会在这里停留，这就导致呢这个村落比较繁华，留下了很多明清时期的建筑。这个村落大概是在2002年被人们发现，2003年开始进行保护，是第一个开始保护的古村落，从而称之为中国古村落保护第一村。这一块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土窑洞，有高有低，非常多啊。古人就居住在这里。这个村落有1200来年的历史，我猜想这些窑洞啊，估计也差不多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就是有点奇怪，他们当时怎么上去的？从这边应该是不好上去，估计后面还有吧。
那这一个高坡呢，其实算是这个村落的天然一个造壁阻挡线，村落就在这个崖壁的后面，这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？当时的先人呢，选择地方也是挺厉害的。在这一块还有一条河流，就证明这一边呢是不缺水的，因为在以前嘛，建造村落、建造城市一定会靠近水源的地方，那这里有河流就不缺水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还被称之为二龙戏珠，等于是有2条河流汇合到这一块，然后这个村落呢，相当于就是一个珠子一样，就是还是我们说的，在古代呀，建房、建村、建城都会讲究所谓的风水，就选择好地方。那在这一块，我们又看到一个小房子，这是一座庙，应该是属于山神庙吧。整个这个后郭古村庙非常多啊，我们经常说来到山西逢村就能看到庙，而且有一些村落庙很多，这里就是如此。我看了一下资料，据说呢，这里大概是18座庙宇，就是佛教、道教、儒家的全部都有啊，还有祠堂。这么多的那个寺庙啊、庙宇道观是非常少见的，从而呢也能够想象出来，这个村落在以前呢比较繁华，地理位置比较重要，才会有这么多庙宇道观等等。又有一座庙宇了，这边还有关帝庙。基本上这些大型古村落啊，关帝庙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正式的进入村落啊，相当于还是在外围。这边你看，又写了河神庙，非常多啊。观音堂都是，应该是这一块吧。上来就看到一棵槐树，这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，被称之为千年槐树。那么有一点得说一下，我们去到一个村落啊，一般村中间、村头、村尾都有树木，那这棵树有多少的年份，就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村落有多少年份。前方这个建筑叫观音堂，也算是这个村落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庙宇。始建年代不详啊，按照碑记，大概是明朝天启年间重新修过的，那起码的话有300-400年了。这里有一棵巨大的柏树，1000多年，这里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建筑了。这些应该都是明清时期的。来到山西就是有一点感受，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，都有古老的建筑，明清时期的是随处可见了。村落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高坡，相当于就是把村落挡住了，是一个天然的造壁，然后绕过来，从这边进村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过去了，那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。明显的可以看到，这条河流呢是弯弯曲曲，基本上是绕着这个村落流淌，这就是龙的一种体现嘛。刚过桥，又看到一座庙，短短的这个100米，算起来就已经有4座庙了。这叫武道庙，相传呢是东岳大帝属下，民间称之为明神，就是掌管人间那个生死的。继续往前走，可以看到这些全是石头弄的，前方也有一些古老的房子啊。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帮你规划好了线路，集中的参观区。我们先去看一下农耕博物馆吧，就看一下农耕文化。那到这里呢，又看到一座寺庙了啊，这应该属于道观建筑了。玉皇殿。柏树300年，玉皇殿肯定是玉皇大帝了。看这个建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。这里面以前还有一些壁画呢。真的，这山西这个地方好东西太多了。就单单这样一个村落，几百年的建筑、明清的建筑都很多。看这个路标，窑中窑就是窑洞里面还有窑洞，农耕文物博物馆、吊桥堰、村史馆，
开始来到那个主要的浏览区了。这边就是比较有特点的窑洞，那个山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密密麻麻的窑洞啊，是以前比较传统的。那早期可能有人住在上面，后期呢就住在这个山坡上面了。这边呢有一个7进窑，应该是不是7个窑洞？先进去看一下。这些村落都是用石头跟黄泥土堆积起来的。这现在是一个醋坊，很浓的醋啊。那7进窑在哪呢？锁住了，看不了啊。沿着这个山坡往前走，这些应该是有一定年份的。这个墙壁上的窑洞，刚才我们在那边说太高上不去，它其实是从这边上去的，只不过是窑洞把它贯通了。这边有一个窑中窑，就是窑洞里面还有窑洞，看一下。这一块呢，还有那个石头窑，这边都是在山里面已经挖了一些。这里以前是一户人家，看外面的介绍是人丁比较兴旺，然后人口比较多，那窑洞呢自然就比较多。这里也是，这边还有人在里面居住呢。窑中窑应该就是这个，旁边还有道路上去。等一下，站在这个窑洞顶部看一下。我是第一次看到窑洞里面还有台阶上去的，就有层次感。这就是以前他们做饭的地方，然后可能烧炕也是在这一块。这外面等于是小厨房了，这是放一些东西的。这是一个卧室，炕。这里面呢是差不多4季恒温，比较舒服啊，冬暖夏凉。特别冬天一烧炕的话，很暖和的。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家具了。这个钟表现在很少见了。这缸以前是可以存放一些米啊，存一些粮食等等。这还是照片，这应该是上个世纪那个夫妻和小孩合影。那个时候的衣服其实也挺好看的。往上走，上去又是另外一个窑洞了。住在这样的里面还是挺舒服的。关键是它这个窑洞呢，称之为窑中窑，还有一个说法呢，叫做天井窑。就是这里单独开了一个窗户，这也是少见的。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窑洞。等于呢，外面这个窑洞上面是空的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砖窑或者石头窑，弄好之后上面覆盖了一层黄土，而这个里面的呢，才是实实在在在那个黄泥土里面挖出来的，挺有智慧的。这个炕很大，应该是能睡好几个人。反正我看影视剧啊，他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坐在这个上面。那窑洞，大家觉得睡觉是怎么睡呢？他是这样睡的，这样一个人一个人躺过去。我是没睡过窑洞啊，这些家具都有很长的时间，特别是这一块很多照片，这都是家族合影啊。这个应该是清代末期的照片吧。这个窑洞就参观完了，准备出去，也算是大开眼界啊，长见识。没想到窑洞里面还出现天井一样的，特别有意思。这也就是说，古人的智慧是无穷的。出来之后，上窑洞上面看一下。我们经常说，你家的窑洞是我家的院子，就是如此。看到没有，那个天井，这就是外面的窑洞。
这种呢是新式窑洞，里面的窑洞呢是传统窑洞。现在我们走的是村里的一条道路，实际来讲的话，也是村里的排水系统。因为黄土高原全是黄泥土，它如果不做好排水系统的话，一旦下雨的话，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。这些呢是深层次的排水系统。大家看一下，一个村落的排水系统都有这么宽广，这里面都能走人进去了。后沟谷排水系统呢，遍及全村的各个角落，从山顶到下面的河谷，全长呢差不多3公里，是当时村民自己设计的哈，有明走暗泄、去水有情等讲究。千百年来呢，这个村落依靠这个排水系统啊，村中呢从未遭过水患。这个是村里面人智慧的结晶，也就是说，古代的人还是厉害呀。这个排水系统啊，现在还在使用呢。这边也有好几个院落，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这一块是一个平地，那实际呢是下面窑洞的屋顶。这个有一个叫楼窑院，看看是啥意思。这个树450年。这一个造壁，这个是精美的砖雕了。造壁呢，聚财挡煞的。进来之后也算是一个四合院了，非常精美呀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就有很多土窑洞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，说里面有一个最长的窑洞，20多米。看看是在哪个位置。这边还有一些清末技艺，展示了清朝末年一些生活方式。一进来就看到一个缸，这肯定是存放东西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是经过粉刷，那么在以前的窑洞肯定是没有的，全是黄泥土。因为现在是为了展示，然后修缮了一下，这些都是老物件。刚才也说了，基本上以前的大户人家这些工具都有，这我感觉都可能有差不多100来年的历史了。这就是炕了，有一个桌子，很常见的。这里有一个扫东西的，大家猜是什么的？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黄土窑洞经常会有灰嘛，就要靠这个扫一下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边呢，还有一个老人坐在这里，他可能是烧水喝点茶。这一户绝对是一个大户人家，能够修建这么大的窑洞，就代表实力不一般。因为这个后谷村嘛，在清朝算是一个商贸重地，很多人开店铺。那这个后面呢，还有一个窑洞，就可能也是存放东西。一般税的话，只是在外面的窑洞，不会在里面。在旁边呢，这一块还有一孔窑洞，非常特别啊！你看，达到了26米。是整个这个村落窑洞最长的，它平时呢就是储存东西的，相当于一个仓库。现在这里呢也摆放了很多东西，非常长啊。这个都是一些篮子。关键呢是这个窑洞啊，在最后面呢有一个窗户，这个是非常少见的。以前这一户人家大部分东西啊，可能都放在这个窑洞里面。看一下现在的温度。不到20度，就证明这里面呢冬暖夏凉，非常舒服。这个窑洞最特别的就是后面这一段，这个呢也不能称之为窑洞了，只是一个通道，宽度呢才1米多一点点。最特别的是后面有一扇窗户，这个在其他的窑洞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，它起到一个瞭望的作用，就是在窗户这里啊能够看到村落外面的场景，最远的地方能看到1公里之外。他如果碰到战乱的时候啊，这里呢有人值守，能够随时随地看到外面的情况。那么这个村落在上千年能够保存完好，这个瞭望肯定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这里呢能看到下面的情况，而在下面呢是完全看不到上面的，非常隐蔽。这里呢也体现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啊。当然现在这是有窗户，那以前应该是没有吧，人可以爬
趴在上面参观，看外面的情况。这边呢，就是上个世纪的生活方式，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记忆。这是一个女子在做针线活。这个窑洞上面都是有木头的，因为这是属于黄土嘛，一定要有东西加固一下，这是安全的一种方式。我们是从那里上来的，那这个山谷里面中间是一排窑洞，然后两边黄泥土上面也是窑洞，都是依山就势、依崖而建的。这种村落都是自给自足的，这边有酿酒坊，还有酿豆腐的。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无从考证，但是按照墙壁上的资料，当地人说，在几百年前，当地人呢就开始做买卖了。他们弄的酒呢，在大同啊、呼和浩特都卖了，就是在那边做生意。这个村子里面很多枣树啊，他们以前也是种枣为生，这路边看的全是枣，很多还熟了掉地上了。这上面的枣子非常多啊，可以摘几个来吃，因为不摘的话也是掉落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，这上面也是，这边应该是整个村落的最高处，真的到处都是这个枣树啊。这个农耕博物馆终于到了，里面可能是有很多农耕使用的工具。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农耕工具了。田间的耕种工具有犁、耙；作物管理工具有锄、喷雾器；收获工具有镰刀、独轮车等等。那这些基本上就是开垦土地用的。钉耙，这个是弄散土地的，那个是犁地的，在农村的人应该都见过了。这边草帽、镰刀，那里有个工具，前2天我看过，在那个牙具那里，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，后面有朋友说那个是耕种的，这里也看到了，就在前方那里。这边是独轮车，这边看到好几个耕种的，一个、2个，它这个前面还有拉的，等于可能是2个人，后面1个人，前面1个人，种完一个就抬起来一下，种完一个就抬起来一下，可能是这样，因为我没使用过。这可能是干旱土地上用的，你像南方的那个水田，这种可能用不上。南方是插秧嘛，北方是小麦、土豆、其他的玉米等等，这南北方还是有差别的。这些呢是属于木匠工具，我是见过啊，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些木匠工具。这明显呢是在那个刨东西，把那个弄得干净光滑，工具非常多。这边还有锯子，锯子也是分很多种类的，有粗的，有细的。这应该是塞东西的，对，把细的东西留着，粗的弄下去，一道加工嘛。还有织布机，这都是农耕文明的一种体现的工具。由于农耕博物馆光线不太好，我就拍了几个就出来了。现在去其他地方转一转。又看到那个排水的了，到处都有排水的。这边是一个通道，相当于是暗道一样。整个这个村落真的是四通八达，错落有致啊。过去之后，就来到了山的另一边，村落的另外一边，因为它这个村落啊，沿着山体，它是分了好几块的。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分，这边呢又是另外一部分。这个通道必须靠山挖开了才能连通的，要不然得绕一下。通过航拍就看得比较明显了。下面这个小通道就是我们刚刚走的，
由于它这个黄土高坡嘛，不是一块平地，那么建造房屋呢，肯定是这里一座，那里一座。那这个通道就是这么诞生的，这就看得比较清晰了。从那边等于是跨过了一道山梁，来到这边又是几个窑洞、几座房屋了。现在来到最主要的一个院落，也是最神秘的吊桥院。顾名思义啊，就肯定是有桥，就在前方这一块。这个也是黄土里面挖出了一个通道，这个相当于是它院落的大门一样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本身是有木板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吊桥就是在这一块，这个就跟城门楼一样的。晚上把这个吊桥一收起来，人们呢就过不去，下面等于是有陷阱。晚上这个门一弄上去，那这陷阱就裸露在这里。天黑，你如果有人想进去做什么事情，就可能会踩空。这就是吊桥院的由来，非常隐蔽啊。过来之后就是这个院落里面，并且呢，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暗道，我们找一找看看在哪里，就是逃生通道。我们看看在哪里哦，在那一边。整个这个院落也全部是依着黄土挖出来的那个窑洞，这很多都锁门了。我们直接去那个暗道行走吧。古地道瞭望台，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逃生通道嘛。如果有紧急情况呢，他们可以通过暗道离开，因为这一块呢属于在山顶，那逃跑的话肯定要去山脚下了。就是通过这里下去的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这也是在黄土地里面挖出来的。我看了一下资料，据说这个暗道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都是经过那个整修的，原本肯定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这个黄泥土的墙壁，一看就是后面搞的。这种暗道呢，要走起来怎么样才有意思呢？把灯光调暗一点，不要连续的灯，若隐若现的感觉，我觉得是更有意思。那这样这个暗道就走完了，就来到了下面一个院落。我们是从那一边下来的，如果不走到里面啊，真的是不知道这是里面还有暗道存在。我们一开始说这个村落生儿生女是由个门洞决定的，就是这里啊，它是叫做天门洞。以前呢，这里啊是没有门洞的，只有黄土。那由于呢，这个黄土后面有一个村落，这里呢又是必经之路，那要运送东西不方便嘛，于是当地的村民就在这一块开凿了一个门洞出来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门洞一开，对他们村里影响太大了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村里的子嗣啊就越来越少，就等于是新生儿越来越少。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，新生儿只有女儿，儿子呢是基本没有。那村民呢就非常着急，结果呢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那后面呢有一个高僧来到这个村落，就是在观音台那里休息嘛，他就听到这个故事。于是呢，他就走遍村里的各个地方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最后呢，来到这里，他发现呢，就是这个门洞的原因。因为他说啊，这个村落呢，有东西2条龙汇合这里，那个变成2龙戏珠，而这一块呢，又是村落最高的地方，相当于是龙脉所在地。他把这个洞一挖，等于是斩断了龙脉，等于是龙气外泄，破坏了风水。这个高僧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说你要在这个门洞外面呢栽种一些杨树。于是呢，这个后沟村的村民啊就用那个2亩地的价格买了隔壁村2分地，在地的里面呢挖了一个池，就比方说是这一块栽上杨树。那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龙气外泄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杨树嘛，我们说杨那就代表男子，这样的话这个村里面子嗣就恢复正常了。
到这里，整个村落我们就逛得差不多了，当然只是逛了一部分了，因为确实挺大的，也走不完。一部村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民族史，一部村史就是一张清晰的血脉传承图，一部村史就是一幅灿烂的民俗风情画。我们在这个村落里面能看到芸芸众生在历史变迁中的抗争，在这里呢，也能探寻到我们中华炎黄子孙薪火传承的脉络，在这里呢，也能够触摸5000年华夏文明打在这块土地上面的烙印。今天这个平凡而熟悉的影像，希望能够成为记录农耕文化精彩的一页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